日本买车超便宜，我们花了台币18万在日本买了一台 K Car 轻型车，俗称买菜车。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我们在日本买车之后觉得到底怎么样，还有日本买车的门槛有哪些。欢迎来到周杰梦阿姨，我们在日本买车了，终于，就我们真的是再也受不了风吹日晒雨淋的在那边走路，然后呢一天呢等车的时间花非常多，因为我们这边车子就1个小时1班或者是1个小时2班，每天通勤来回就要2个小时起跳，真的是很浪费时间。但其实开车10分钟就可以到了，对，所以呢想说啊，最后决定就是权衡各方面之后，我们就决定买车了。那我们买的呢是 Honda 的 N-Box 是什么 Custom， 就是比较运动型的系列。OK， 那车价呢大概是日币90万左右，折合台币大概就是18万。就是我们原本想说买车是一件很贵的事情，结果没想到其实没有那么贵，尤其是二手的，再加上日本这边它是有轻型车这个车款，是台湾没有的这种车款。那就先来剪刀石头。先来简单介绍一下什么是轻型车，来，我用石交给你头介绍一下。够了。轻型车就是大家在日本玩的时候，应该很常看到路上会有黄色车牌。对。然后它大部分不是一定，但大部分是像面包，就四方形的。方形的。对，这台湾好像目前还没有。吐司面包。对，很像一块面包在那里跑的车。对。最重要的就是它的排气量是660cc 以下。所以它是非常小排气量的车。排气量是什么意思？它不会排很多气体出来吗？对，就跟你放屁不是。无聊。没有，就是它引擎 CC 数啦，它是 CC 数，它660cc 以下，它会说它是轻型车。所以它最高可能时速也就只能到，我们那台的表上面是到140，但通常你大概超过100的时候，它就开始嘶吼了。对，它那引擎声就会开始出来，就觉得啊，不要饶了它，不要超饶它。再来就是大部分的轻型车都很省油，因为它是小 CC 数的。对。但我们这一款比较特别，因为我们之后可以再讲一下，它是 Turbo 涡轮引擎的，所以它稍微耗油了一点点。每一次听 Turbo 我都觉得很像 Turtle， 跟 Turtle 有关系吗？跟乌龟有关系。就有 Turtle 不是 Turbo， 被我带走。有 turbo 的通常它比较有力，因为它就是涡轮增压，让引擎它可以炸出引擎的力量。比较有力的代价就是它稍微耗油一点。对，所以我们这个车型，但通常的轻型车普遍来说，它不是那个 turbo 的。对 ，OK。再来就是轻型车，其实各方面它都比较便宜。对，比如说你去外面停车的时候，停车费它会有特别的会写个轻型车的轻，对，也是比较便宜的停车费。然后再来就是我们比如说你走高速公路的过路费，过路费也比较便宜的。对，然后它的税金也比较便宜，还有保险也比较便宜，各方面它都比较便宜，所以我们最后选择了它。对，所以以代步来说是很方便，因为它就是俗称的买菜车嘛。确实，大部分的人买轻型车，它就是在他们住的这个市区里面做代步用的，不太会去长途跋涉。看日本，尤其是乡下，像长野好了，就是每一家大概都会有2台车，一台大的正常的白牌轿车，然后一台就是这种轻型车，让你去买菜还有接小朋友对代步用的车。还有一个优点就是它是4轮传动的，因为尤其在我们这里很常下雪的地方，4轮传动蛮重要的。4轮传动就是它4个轮胎都可以动。对，就是你可以简单是这么说，就你看到那车子上就是会写4WD，比如说你有其中一个轮胎是镂空的，比如说有雪地，出事阿北的时候，对，那它还是可以正常的，其他轮胎正常运转可以把你开出去。再来的一个优点就是它的空间，因为你从外头看它就是4方形的嘛，所以它其实里面的空间很大。对，就是其实我们在前座还有后座的空间都非常大，然后你头顶上其实也还有很大一个空间。那头顶上要那么大空间要干嘛？其实我也很纳闷，我头发没有那么高，为什么要上面做那么多的空间给我？而且日本剪头发又很喜欢打薄，所以你上面其实很薄，不是这个原因。好的，是因为我觉得就是空间感嘛，你感觉上面还有很多的空间嘛，你就感觉这个车很大，好像很大，好像很大。对，那它实质作用是什么，我也不太清楚。因为它反而就是牺牲掉了车厢的这一块，对，那就比较可惜。后座坐起来蛮舒服、宽敞，可是当我们要载行李的时候，对，因为它就是给你买菜的嘛，它这边要给你载行李箱，对，我们没有办法放大行李箱进去，这就是这个轻型车的一个缺点，就是它价格很便宜，然后空间感觉很宽敞，但它其实也牺牲掉很多。对，主要缺点我觉得目前开起来就是后车厢空间，其他其实我都觉得还不错。还有我觉得隔音很差，就是我们在开高速公路的时候，就是聊天要聊得很大声，因为就是外面的风会阻扰我们聊天。
我们那台车，因为它车龄已经13年了，是一台老阿伯，我们就叫它老白。对。然后呢，它真的是旧到什么程度呢？就是车上是没有办法连接蓝牙的，然后也没有 CarPlay 这个东西。那它只有它那个内建的日本的系统可以有看地图这样子，所以很多地标其实是没有办法显示出来，因为它可能是近几年才开始出现的新的地标，那它是没有办法搜寻得到。老白又没有那个可以接蓝牙，所以我音乐呢，我就自己带一台蓝牙喇叭到车上放着听，我觉得超蠢的，就是什么东西都要自备，这是蛮麻烦的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一下，就是买车的行前准备呢，跟实际的购买过程，其实一切都还蛮简单跟容易的，对我们来说没有遇到什么太大困难。那行前准备要准备哪些？比如说资料啊，或者是我有需要什么？准备钱，钱是最重要的。没错，我们是现金付款。对，然后再来对外国人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你一定要有在留资格嘛，对不对？比如说你要有在留卡，还有一个最重要是你要有车库证明。对，你一定要在日本买车，你一定要有车库。你要停车地方，你才能买车。对，证明说你有办法安放这台车子，这样子。对，就这样就没有别的要求了，不需要那个日本驾照。其实买车不需要日本驾照，但是你要上路的时候，比如说你要车险。你有一些强制险或你自己要保的车险，它就需要有。那其实变相来说，你自己还是得要有，只是购买的这个动作行为本身不需要。你要开上路，你就要日本驾照。对，就是我们在买车的那个当下，那个业务员是没有叫我们出示日本驾照这件事情的啦。对，那购买流程就是因为这台车我们是到Honda的2手直营门市买的，就先在网络上看好，然后发现它的那个这台车，它现在就在我们这个上田市这边，然后我们就到那个2手直营门市去直接跟他说我们要看，有先写 email 啦，预约说我们什么时候要去看这台车这样子，然后现场就直接派一个业务来服务我们，然后就稍微看一下车子，然后我们就开始进入到解说的签约流程了，一切都非常的行云流水嘛，就是好像我们真的就是去买一个鸡腿便当一样那么简单。主要是因为我们的目标很明确吧，就已经确定好我就是要买这一款，然后你的店里的这一台车，对，所以他已经知道他不用多做介绍什么。然后我们语言上其实就是也没什么障碍，就是不是因为我们日文很好，是因为就是好像也没有什么需要特别听得懂或听不懂，就是直接翻译两个人来回对话就好了，这样子还蛮购买过程其实就是蛮简单的。然后基本上其实买车的时候是没有什么议价空间的，我不确定，应该是因为我们买的是2手车，然后它车龄又很老，然后它的空间很小，因为我们有问那个买新车的朋友，在日本的台湾人，然后他买的是全新的车子，他那个买全新的时候议价空间就蛮大的，是可以一砍好几万台币的这一种是可以的，可是2手就几乎完全没有，但我们还是有进到一点点的杀价的这个环节，就是我们还是有尽到杀价义务的。我们总共前后呢砍了2000块台币，就是比没有好，很不错了吧？对，原本好像是91万多，然后最后变成90万这样子。而且我们原本想说啊，是不是我们就说用那个我们直接现金支付，好像很了不起这样子。结果殊不知也只能现金支付的，因为我们也是外国人，然后我没办法贷款，所以就是只能汇款，只能汇款或现金，直接拿现金。所以我们最后是直接拿现金去，在大庭广众咖啡厅下面呢。那个业务员就现场在用手数钞票。其实这虽然只有2000块这个议价过程呢，但是我们跟这个业务也来回了好几次，因为他就要现场表现出非常为难的样子，就这个那我去问一下我的主管哈，然后跑过去问一下说，这个我们真的没有空间再给你降下去。然后我们说这个最后面那几个零很 mandoxai 很麻烦，看得很不顺眼可以帮我们砍掉。他就就都好，然后他就跑去问他的主管，几年后他这样跑了3次，最后砍了2000块给我们，也是一个辛苦钱啦。我们也是对他的为难他有点不好意思，最后想好算了，那就这样吧，反正就是有帮我们去一点尾数，就已经感恩的心了。对。总结来说，就如果是要跑高速公路的话呢，你常常需要去大城市来往的话，那建议就是说还是买一般的轿车。那住东京或者大城市可能就当然不需要，那在住乡下的话，买轻型车的话就是很方便，可以就是当做一个简单代步的。而且其实我们买的是18万嘛，对，我有问我的同事，他买到其实更便宜他的同事是日本人，对，然后他买了大概几万啊，30-40万日币就有2手车了，所以因为我们是在2手直营的2手车买，所以比较贵一点点，但比较有保障。对，那如果你真的要走超便宜的话，其实30-40万日币就买得到。这才7-8万台币就买得到了。那当然，那个车况当然是比较不好。因为日本其实不管怎么样，它是有硬性要求，你每1年都一定要车检，这是法规规定的。所以再怎么烂也不会是真的是大烂车这样。就是你安全其实是无虞的。对，只是外观稍微比较老旧一点点，所以其实还好。对，今天这支影片呢就简单到这边。喜欢我们的话，请订阅、按赞、分享给你的阿公阿妈。阿公阿妈，这个阿公阿妈看也不错吧？对啊。拜拜。已经在录了吗？认真的不要再播了，我等下吃到你的头皮屑。